韓國瑜到美國去啊，給他規格是蠻高的了哈。那他先去台積電啊 ，Arizona， 因為台積電啊，這他對他很重要，先去看啊。然後呢，說台積電是最後一滴奶油哦，因為他說，因為犯人關在高樓上面逃不掉，一個暴君。然後呢，那個一個犯人非常聰明，就把留下一滴奶油，讓引誘螞蟻爬上去，然後螞蟻帶了一根繩子，順着繩子跑掉了啊。所以他認為台積電就是相當重要，對台灣來講，最後一滴重要的奶油到 Arizona 去了。然後另外呢，韓國瑜說呢，台灣呢，你們美國都說都跟我們很好，每個國家說台灣很重要，第一島鏈、半導體那麼厲害，都說台灣很厲害哦，都說關心台灣，然後呢，那都不跟我們，但不要說建交了，因為我們在國際社會想要進什麼 WHO 的 WHO 年會啦，國際刑警組織啦，國際氣象組織啊，你們都不支持啊，你們誰有支持啊？真的有支持舉手給我看看，哦，你們國會議員也是這樣，哦，支持我們這個，支持我們那個，所以呢，我說要跟我們談戀愛，但又不跟我們結婚，哦，那到底搞什麼呢？老沈怎麼看？是這樣哈，談到我們台灣的立法院、國會啊，就是不管藍綠啊，在家裡都沒有腦袋瓜，他們吵起架的，比如說為了這個軍購，或是為了這個晶片要不要去美國，他們吵的時候講的道理有中心思想嗎？有核心價值嗎？你看現在8個委員去參觀過這個台積電的亞利桑那廠啊，就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奶油跟螞蟻啊，螞蟻是我們的供應鏈，螞蟻跟着奶油一路去了。這8個人當年你們在國會吵架的時候有沒有反對過？那現在你們改變想法了嗎？如果改變了，比如说賴士葆，你有改變了嗎？如果有的話，你最好給大家一個交代。還有，你們現在離開Arizona，好可惜哦！你們是為什麼連一句說我們參觀的結果，這個絕對不是我們偷的？沒有一個人講這一句啊！我們一直罵賴清德，你沒有講，沒有反駁川普說不是偷的啊！你們去到現場了，為什麼都不講呢？這個我也不能原諒他，這回來我一定追究到底。好，那就離開Arizona，現在去國會了，我覺得好奇怪。現在哦，《自由時報》也好，《聯合報》、《中國時報》都講高規格，都講高規格。我們台灣已經流落到一個地步，就是說我們很在乎大家怎麼樣對待我們，所以呢，出了門在家是沒有腦袋瓜，出了門是沒有脊椎骨，尤其是到了老大哥的家，就卑躬屈膝啊，黨攏好愛驚人哦啊，所以呢，韓國瑜昨天在國會就說，參議員見了7個，一律一色，清一色，就是外交委員會清一色都是民主黨的，所以可見他們我們的對外。這個在美國的工作單位是沒有辦法打進川普的人嘛？哦，7個都是民主。然後那不重要，來到這個眾議院，就33個，跟就在一個辦公大樓的會議室見我們。辦公大樓的會議室，大家也許聽不懂，就好像我們台灣的國會的中心大樓，你熟了吧？中心大樓的開一個會議室見我們，那個。根本進不了他們真的眾議院的殿堂了。哦，還有呢，這3個裡頭，很大一部分是台灣連線的人。那重要的是見到了佩洛西。好，王金平也見過佩洛西，但是王金平見佩洛西的時候，佩洛西是國會的議長，而且佩洛西當國會的議長的時候，川普在第1任去國會發表諮文的時候，佩洛西把他 Q。所以我們是見到川普的敵人了，而且呢是榮譽議長已經失勢了。那現在的國會議長是誰 ？Michael Johnson 啊 ，Michael Johnson 沒有出現了，川普的人都沒有出現了。哦，但是這個好了，這個我們今天大家都說高規格，我們就是沒有高規格，也要藍白一致，藍綠一致，講成高規格。因為我們實在處境太艱難了，沒看這個生命了，對吧？好，現在問題是韓國瑜就是不改他一貫的風格，喜歡講笑話，啊，他講的笑話都變成金句，但是呢，他也不經過深度的思考，博君一粲，笑話能夠維持1天，最好是2天，大家也都算了。他昨天講了，我昨天特別看你的節目，你在講到他這個。
我真的是很嘆息啦，就是因為他講到那個卡薩諾瓦是大情聖、大情人，講好聽的，那個講難聽就是大色鬼嘛。卡薩諾瓦的事蹟，他是自己寫自傳的。他寫這，他講了，他自己承認他的女情人，他的情人一共有132個。啊，我去查了一下，大概有一半是沒有老公的，但是有30%是有老公的，因為那個時候的時代對容忍婚外情容忍度比較高，所以不會說，我本來以為說，你敢惹那個有老公的被老公發覺的話，拔劍啊，那像我小時候都看那個。劍俠唐璜呀，董晃也是一天到晚要跟人家鬥的，因為你搞到人家的女人呢，不鬥不行啊。但是那他好像沒事，那命都留下來了。問題是，這個我們的國會議長，我們的韓院長講到這個笑話的時候啊，大家笑啊，但是大家沒有搞不懂。你昨天對的結果，你覺得他講我們台灣是卡薩諾瓦？還是卡薩諾瓦的情人，你覺得呢？你第一個覺得呢？你講嘛。我跟你講，大家我覺得很多人都認為我們是卡薩諾瓦，所以那個唐湘龍才說，那不是很好嗎？那不是男人夢寐以求的境界嗎？就130幾個女人多好呢！不要害他。錯了，我錯了。他是講很多人來台灣，讚美台灣，那個大氣，講台灣有夠搞的。但是呢，就讚美，好像讚美你的情人，但是最後都沒有承諾，沒有人要跟我們結婚，所以他講那個話的意思，我們不是卡薩諾瓦，我們是卡薩諾瓦的情人，你懂我意思沒有？但是呢，卡薩諾瓦只有一個，情人有132個，我們台灣的處境，台灣只有一個，但是來讚美我們的是100-200個，不止啊，所以這個角色是顛倒過來，你不解釋清楚，大家還不懂大家還不懂。好，所以台灣既不是卡薩諾瓦，那些國家也不是卡薩諾瓦嘛。對，還有呢，問題是他們來讚美我們，但是不娶我們。卡薩諾瓦不娶那些女人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想娶她們。他如果娶了，他哪能夠搞132個嘛？對不對？他是登徒子呢，是大色鬼呢，對不對？就是他搞女人以不娶他們為目的啊，但是這些我們的好朋友來台灣讚美我們，但是不娶我們，是故意來搞我們，是色鬼來搞我們，不是啊，是不能娶啊，因為國際邦交的原則是每一個國家都是任何國家的老公，也可以說是任何國家的老婆，國與國之間是人盡可夫啊，人皆可妻啊，不是這樣嗎？對不對？每一個國家都跟200多個國家都有邦交啊，不是這樣嗎？所以用這個婚姻關係來界定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一個錯誤。那現在為什麼大家來了不敢娶我們呢？不敢娶我們，是我們怎麼？我們有智障嗎？還是我們有梅毒嗎？不是的，是老共把我們界定為是他們大戶人家裡面的小丫頭。小丫頭能嫁人嗎？當然也有小丫頭嫁人的例子啊，那是老爺特別同意的。老爺如果同意的話，這個丫頭可以嫁，而且還備了嫁妝，堂堂就很風光的把她嫁出去。但畢竟少啊，叫老爺同意的，對不對？所以呢，我們現在人家來了，讚美我們，不敢娶我們，怎麼可以娶我們呢？因為他娶了我們，老爺會生氣啊。對不對？所以這個原因你要搞清楚。這卡薩諾瓦用婚姻狀態來評估我們今天外交的困境，本來就是一個錯誤的例子。而且你講的不清不楚，到底我們是男的卡薩諾瓦呢，還是卡薩諾瓦所愛的那132個情人呢？還有卡薩諾瓦不敢娶我們的原因啊，不是我們不能嫁，不是我們不能娶，是老共不可以。不可以，這不但是重婚罪，這個連調戲、連這個性騷都不可以的。她是我家的小女孩。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好吧，我們再。
你講話大家都沒有反應，又臭又吵，根本沒有講出什麼要害出來。我先回應一下，不是因為剛剛這個大佬說啊，好像韓國院長見了很多的參議員，什麼都是民主黨的，那是不是我們比如說我們對這個外交部啦、於大雷大使在美國都沒有接觸一些共和黨？我想也不是啊，因為其實韓國瑜還有個行程，當然我不知道那天國會的議員可能他們各自有些考量或行程了，但是其實韓國瑜還有個行程是他去拜訪那個傳統基金會，就 Heritage Foundation。那這個傳統基金會其實在美國也是可以說是現在保守派或者說 MAGA 派裡面很重要，可以說跟川普關係很親密的一個基金會了，所以我想其實是兩邊都有。那不過講回來，韓院長講這個話，我是覺得你太認真了啦。我本來就憂國憂民的人，這種事情不認真可以啊。我又不像是你不認真，你也可以拿到薪水。我是没有薪水的。我不認真，你不要亂講。我是說，不是韓國瑜講，韓國瑜個性就這樣嘛。那你也我像我的話，我就不會太認真去這個研究它裡面是到底誰是卡薩諾瓦，誰是情婦，因為他常常有時候就亂比喻來亂比喻去的，是吧？不，我是在講韓國瑜嘛。為什麼？因為我就印象中有，我剛才去查，韓國瑜這次講說，怎麼大家都跟我們談戀愛，沒有人要跟我們結婚啊？講到我們有點委屈。我就有一個印象，他之前好像講過結婚什麼故事，我查有了。他上次選總統的時候，哇。他上次也有一個台灣論，說台灣就像漂亮小姐啊，跟3個男的坐一桌打麻將，因為你單身，大家都想要餵牌給你吃，哇，好處拿不完。要是你結婚了，哇，大家就不餵牌給你吃了，這樣多可惜。所以他一下講說你不要結婚，一下就說沒人要跟你結婚，那到底什麼意思？所以我覺得也沒什麼意思，就是韓國瑜他的風格就這樣子嘛，他就有時候想到一個什麼，他就講一個趣味的。但我覺得他裡面當然我們聽得懂啦，就是說他要講是說現在台灣跟很多國際上面的國家，我們有實無名嘛，就是我們明明有很緊密的經貿關係，也有很緊密的，你甚至說官方交流，但是沒有正式的建交啊。我想他是要講這個。不過我比台灣的狀況，其實大家都知道就這樣。但我比較注意的一個事情是說，那韓國瑜他這一次去美國，會不會接下來有一些這個化學效應在台灣產生？因為他用這個譬喻啊，就是說談戀愛。那至少台美雙方講說談戀愛就是兩情相悅了嘛，你情我願。那所以也包含他這次參訪一些行程，因為確實之前國民黨內部，例如說鄭麗文主席上次訪美跟美國之間好像是一些跟美國的政策比較不太一樣，例如說不要第一島鏈了例如說這個之前軍購的時候也覺得不要這麼多。那韓國瑜這次去又講說談戀愛兩情相悅，那到了這個台積電 Arizona 廠又說我們這個台積電不止台積電要來，台積電工業也要來，很多的隱形冠軍就他講的嘛，這奶油跟螞蟻現在都來了，那是不是就表示說那以前國民黨內部一些會覺得說你不要跟美國走太近這個不要台積電去了美國，是不是現在韓國瑜是他也正視到說現在台灣跟美國之間真的是一個強化關係是主流民意，所以他也正式的一個來表態呢？那我覺得這個倒是值得後續觀察。一句話講，吳崢這種態度不求甚解現在你想，難怪韓國瑜講了卡薩諾瓦以後，你曉得民進黨團怎麼回應呢？他說我們又不是在辦婚友社。就是他這種態度了，不是，就是他這種態度。那國家大事把它講成婚友社這樣，是韓國講話就這樣。民進黨那個莊瑞雄也講錯了，婚友社是先有後婚，還是要結婚的，對，不是說只是大家玩玩算了這樣。那不過老沈你也太嚴格了，你現在去是客人嘛，你到你在那邊罵什麼呢？而且台積電已經去了，反對，他已經去了，那怎麼辦呢？那你去了，那只好承認嘛，那你就把它搬回来。你講一句我們不是偷的就好了嘛。那他也許會講，接下來看了節目以後，我們你要不要跟我賭他不敢講，不敢講，就沒有擠出一股的嘛。好了，然後呢，很難講，還沒有結束嘛，所以基本上因為你是這個去人家那邊，對不對？你說這種事情，好吧，就是大家維持一個禮貌嘛，其實是這樣子嘛，所以。那另外，這個韓國瑜很喜歡講笑話，我們講笑話，大家講聽聽就算了，也不必那麼計較了。我們看一下他怎麼說。和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見面，立法院長韓國瑜拜會美國國會。拜託美國國會議員的好朋友們幫助台灣，就算是沒有明媒正娶沒關係，讓我們參與國際上的活動。現在詐騙集團這麼多，我們迫切的希望加入國際刑警組織。各種飛航的安全，讓世界各國民航單位都非常緊張。我們迫切希望加入國際民航組織。
即使無法證實締結關係也無妨，韓國瑜希望美方協助台灣，也談到台灣的外交處境，引用意大利情聖卡薩諾瓦來比喻。卡薩諾瓦每次談戀愛都告訴他女孩子你好漂亮，讓我魂縈夢牽，我每天想到都是你，但是我沒有辦法跟你結婚。超過40位美國跨黨派參眾議員和我方立院跨黨派訪團見面交流，重申台灣絕不是任何國際談判中的交易籌碼。裴洛西也再次公開表達對台灣支持。This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no difference of opinion in the House and in the Senate, as to our support for Taiwan. 也有眾議院共和黨議員表示，期待總統賴清德有一天能訪問美國。這回美方高規格接待韓國瑜訪團，也具高度政治意義。休息一下就回來。黄国昌被北檢傳去偵訊了2個半小時，說這個浪費司法資源。那為什麼偵訊他呢？所以有人去檢舉，說用《鏡週刊》的新聞去檢舉他，所以他就說他是涉政治狗仔隊，所以媒體上報道。那黃國昌說，將近3個小時，他嚇了一跳，說因為是匿名檢舉，然後檢察官立刻就立案調查，一破就是一個報道，那所以呢，而且他不知道為什麼去才知道，當事人不知道原因，結果呢說鏡報知道了，先報道了，他就很奇怪，怎麼他比我當事人被傳我都不知道什麼原因所以呢柯文哲說啊，這司法雙標，我們內心怎麼服氣他替黃國昌來抱屈了哈，我們看一下。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在去年的時候爆出了指揮狗仔的爭議，案由北檢持續的偵辦當中，在25號的下午，黃國昌也現身地檢署來開庭，只是離開的時候，他也有話想說，來聽一下當時的訪問。今天來案由我嚇一大跳，有反滲透法、國家安全法，然後大概就是《鏡週刊》去年寫一堆莫名其妙的東西，結果搞了半天。我完全沒有看到他們提出任何的證據。中華民國的檢察官竟然是隨着跟民進黨勾結的《鏡週刊》隨着起舞，浪費司法資源。黃國昌表示，身為一個法律人，他感到既難過又痛心。詢問檢方告訴人到底是誰，對方回應是匿名檢舉。不過呢，過程中是提不出任何的證據，讓他也控訴檢察官浪費司法資源。好，除了這個以外呢，昨天呢，2審高等法院民進黨有4個這個相關人呢，本來一審判都被認為說輕判，因為共諜是多嚴重的事情啊！以前老想說共諜就槍斃了，殺無赦，結果呢到高院呢反而就輕判了，這個10年的這個頭叫黃舉榮，他去招募這些人，10年變6年，然後呢這個邱世元6年變5年，吳尚允呢4年變3年。然後呢，這個何仁傑呢，8年2個月變無罪，說沒罪，所以大家覺得奇怪啊，怎麼會變成這樣？怎麼會差這麼多？聯合報說檢審認定他已經不是檢審了，因為1審判的罪嘛，所以檢跟1審是認的，只是2審認為不同而已，所以呢，這個他們就做一個比較啊，說哇，怎麼樣突然輕判了那高檢署說要研議是不是提上訴？怎麼可以8年2個月突然變成無罪了？那高院說這個何仁傑為什麼8年2個月變成無罪？他只是人頭角色，只是一個碰轟的工具。說因為我們他給我們資料，人頭，那個詐騙不都是人頭嗎？詐騙很多都是人頭去領錢呢，很多主犯都逃掉了，人頭也被判刑啊。人頭有輕重嗎？人頭有無罪嗎？沒有嘛。所以呢，國民黨就說啊，這是司法國安雙標了哈。來，吳崢怎麼看？我覺得坦白說，我這樣直接講好了，不是因為這司法法院就是這樣判。那說實在，我看到這個新聞我也很錯愕，但我們也沒有辦法影響這個2審的法官，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去做太多政治性的詮釋，因為你要問民進黨立場，你問我支持高檢署上訴啊，共諜當然應該重判，那立法院要修法，把那個什麼這些國安法什麼都加重，我也支持啊。那問題是2審法官就這樣判出來嘛，那所以那可能我們就希望看是不是在上訴以後，好，那再到最高法院會不會再有變化？那因為像坦白說了，有時候
因為台灣司法制度這樣，有時候不同的承審法官，那他的見解有時候就不同，那就變化很大。像之前高虹安本來一審也被一個重判，那這個7年幾個月，然後到2審，突然那個助理費就變無罪了，那我們也很錯愕。可是好吧，那或許就是他的2審法官見解剛好不同，所以我覺得当然這個看到這個新聞我也蠻詫異的，但是也不要含沙射影說就是民進黨什麼司法雙標，什麼有人在包庇他，我覺得這都不是的。原子就是那個主要是何仁傑他在1審的時候他8年是蠻重的，算是第2重，忽然間2審的時候無罪。那我有特別去看，因為這2天新聞資料並不多啦，所以國民黨是希望說能夠公開整個審判的過程，但是我根據就是媒體有報道的內容，大致上這樣。為什麼他無罪？因為呢，他只有負責去刺探而已。但是對，就是那個檢察官講啊，就是說他呢有利用他是那個吳釗燮秘書的身份，外交部長的時候掌握了外交部长的行程，然後還有外交部的業務單位跟部長報告事情的時候，他也有聽到，所以他就把一些資訊呢給那個黃曲龍，就是那個黨工，然後去報到中共那邊，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他有找一些公開的資料，比如說新聞稿的資料，或者是公告的資料，然後給黄曲龍。那2審的法官認為呢，公開就不算是洩露国家機密啊。然後呢，那些他自己刺探的部分呢，因為他的資料給了黃曲龍，黄曲龍有重新根據所有人給的資訊寫了一份報告，然後那個報告裡面有錯誤的地方，比如說時序顛倒啊，或者是有一些錯誤，所以給了中共那邊。那因為有錯，所以也不算是有洩露國家重大機密，所以我覺得這個，然後就無罪。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人他要砍人啊，沒砍到，他說那就沒事了哈，大家誤會一場，是這樣嗎？還是說他砍錯了，本來要砍頭，砍到腳了，砍到腳了啊？那沒有，因為我本來要砍頭，砍到腳，所以我無罪，對不对？因為有錯，所以這個判很奇怪嘛。那1審判8年多，是因為洩露國家機密，那2審就認為說這都不算是洩露國家機密，要麼就是錯的，要麼就是公開的，所以不是國家機密，所以他就沒事了。那我就覺得非常奇怪，搞不好要嘉獎，因為他給錯誤的機密給北京了，他誤導北京，所以還要有功。然後那大家就會懷疑啊，說那2個黨工反正都已經離開了嘛，不重要了嘛。然後再來就那個一個姓吳的吳尚宇哦，那也不重要了。那何仁傑因為他的老闆目前他還在國安會當秘書長，這吳釗燮那很大的位置啊，是不是因為這樣子大家不敢得罪他，還是怎麼樣？不曉得。不然的話，這個見解真的很多人都不太能接受。然後民進黨那麼喜歡抹紅人家啊，抹紅人家，就是像我們都是中共同路人啊，都已经不管做什麼事情都中共同路人啊。那共諜都在民進黨裡面。那吳崢刚剛就是支持上訴，然後好像也不罵他們，然後這個好像輕輕放下這樣。共諜就可惡。不，他沒有輕輕放下。不過我不同意吳崢的講。不講話了嗎？啊，不是我忍，不是我忍不住。老沈上節講很多話，大家抱怨他，他說我下2節不。這回不講，好吧，就不講，好吧。來，院長，這個如果黄國昌的案子大部分是匿名檢舉或者媒體報道，坦白說，這些能夠成為查證的線索，這是法律的基本常識，它不能替代獨立證據。你要有名有姓有獨立的證據才能夠辦。他現在他的案子5件都是他治案，他治案就是有嫌疑，但是並沒有定罪，這等於就是有點像政治上的一個壓力跟騷擾，造成一個壓力而已嘛。可是這些如果都是匿名檢舉可以成立的話，現在大部分匿名檢舉原來是不受理的，因為匿名沒有實際的證據嘛。而且看報紙說故事，看圖說故事，現在報紙不是裸體就是屍體，那你要用這個來做這種來做起訴他的一個理由，其實不太成立啦。所以如果要證明，其實黃國昌另外一點就是，如果他要證明黨檢沒協同作戰啊，但這證據也很難拿到。第一個，政黨直接指示檢方，這應該拿不到。第二個，檢方將偵查內容選擇性提供給特定媒體，這努力一點，是不是可以找到？第三就是相似的案件因政黨不同而有顯著不同處理態度，最有可能啊。像這個大罷免就有許多國民黨黨工下關在裡面，大罷免那種所謂的抄名冊等等，那算是技術上的違罪，比起洩露國家機密，這個兩者不可以道理記。那個有些一堆人還關在裡面，這個就是放出來。這個法律有普遍適用的原則，其實不太講得通。另外就是，如果各位對證券交易法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聽到個消息，利弱不漲，或者是利空不跌，你只要知道消息，他就判你罪，而他不管你有沒有賺錢，你說我知道這個消息知道消息以後我賠了錢還是要判你罪。所以即使呢，他從吳釗燮那邊洩露機密是弄了錯或等等，他只要洩露機密，他就是有罪。而且這人是不是被那個黃曲龍把他收
到他網絡裡面當諜嘛，顯然是啊。就說，當你這就是不對了。今天我如果對不對，就一個人說我把你們都我拿了老共的錢，然後我被中央的這個軍委會情報人員收集，然後來，你們都做我的下線，給我資料，管他你這個資料怎麼來，你就是不對了，你就不會去变成一個共諜網裡面的一環呢？對，這是可以這樣子嗎？休息一下再回來。